是那如果他是请你 save her for me 如果不是，那你把这些情绪拿掉，找对方的父亲求取，看神的旨意，看神的旨意是什么。他就说 My answer is yes。 他其实也喜欢你非常非常多年了嘛。最奇妙的是，也是2年之前得到神的呼召，愿意把他的情感用这么谨守呵护的方式去等候。我算是什么人？神会这样子给我那么美好的安排。哈利路亚，大家平安，欢迎又来到只见耶稣青年团契的聚会时光。我是关怀喜珍，我是客户心莹，我是辅导大姐马大。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单元是婚姻停看听。哇，那我们今天邀请的来宾非常特别哦，请问是飞越大西洋还是太平洋呢？应该是，我猜猜看，太平洋。对，今天来的是美总的传道，然后他其实是母语是英文的传道，那但是他很认真学习中文。他在当神学生的时候，也曾经来台湾的神学院有进修过。我们一起感谢主，热烈欢迎来自美总的郭佩信 Samuel 郭传道，欢迎，谢谢大家。我是来自美国的郭佩信传道，大家平安，也可以叫我 Preacher Sam。好，那郭传道，今天我们很不好意思，就是一定要采访您这个主题，而且我们其实期待很久，然后我们其实正在想什么时候可以访问到您过去这段经历呢？感谢主，今年的联总大会您就来了。没错，我们一直都是听说，我一直都是听说，但现在终于见到本人，对，看到本人，主耶稣预备，对，感谢主，感谢主有机会也可以造就这边的青年。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深埋心中的爱恋交给神。那针对时机还没有成熟，譬如说青少年时期，或者是还没有进入适婚阶段的青年，如何处理对异性同龄的好感与喜爱？我相信这是很多青年都很想要听的话题。对。那第一个想问传道啊，是几岁发现自己喜欢 Joyce， 就是传道娘？我是应该是17岁的时候，16、17岁左右，对不对？那时候是国中还是高中的时候？对，应该是高中，但是 Joyce 那时候可能是国中，对不对？应该差不多哈，就是因为 Joyce 小你2岁，对哈。好，那当时您喜欢的那种感觉是怎么处理？有没有跟对方或任何人讲？一开始都没有跟任何人讲，对，可能是后来念大学的时候，也有跟我妈妈谈过，就是婚姻的事情啊，因为那时候就一直就还在我心中，所以可能在大学的时候有跟我妈妈聊，只有跟妈妈聊过这件事，就跟妈妈对有分享过。所以是有提到这个姐妹吗？还是只是说我有提这位就是 Joyce，就是让她知道我喜欢 Joyce，但是我觉得事情也发生好久了，所以有些记忆也许我也搞混，有点忘记，但就是没有跟别人讲，但是有跟妈妈讨论过这件事情。应该是没有跟别人讲，对，然后就是有跟妈妈谈过。好，那你几岁的时候决定是你该行动的时候？我后来是等到24岁那时候研究所刚刚毕业，然后参加美国的夏天的那个神训班。那有一位神学生，他也在场，然后他就知道我毕业了，而且我1-2年前也有跟他曾经分享过，我以后有想要当传道的这种的方向，所以他就鼓励我说那你有在考虑你的婚姻吗？你已经毕业了，你有工作了所以那时候已经有工作了，也就是神训班完就要去工作了，对，而且故意时间瞧在神训班之后，全程参加神训班，没错，用心，我猜的啦，这是我猜的，对，所以他就在鼓励我可以开始真正考虑这个婚姻。那我那时候觉得有道理，已经24岁了，也进入这个适婚的年纪了，对，所以我就有思考，然后而且就用那2个礼拜的神训班好好的祷告，对。所以祷告之后有什么感觉吗？我祷告当中
就一直觉得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最佳的时间，对，呀。所以你跟神问这件事情吗？对，我就一直放在祷告中。我觉得现在会想觉得我上课的时候也许没办法完全专心，就是一整个都在想说我要不要去行动。祷告的时候就是会想到这件事情，对。对，但是应该还是听课的时候还是不是完全就发呆。50% 在听课，50%在想。我可以理解，因为他听到的时候可能就是台上 Joyce 的爸爸在讲道，所以就会一直想到他的女儿 Joyce 这件事。我觉得就是祷告的时候就一定会想到，但是听课的时候应该是专心听，对，应该是有专心听。因为我们可能也有神训班的会来参加神训班的大专青年会听这集节目，所以上课的时候还是要专心听，对，专心听。然后祷告的时候可以把未来的婚姻的事情放在祷告中，这样。好，那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们两个其实是同一间教会，没错。然后所以你们其实从小就认识，对。就是他的爸爸梁传道，我16岁那一年就派到东岸，就是我去的那一间教会，所以就是那一年才认识到 Joyce。所以是那一年就是传到他们家庭搬过来这边住牧，所以你就认识了他女儿 Joyce。对，没错。对，那你跟他的互动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说你好像觉得对他印象很好，但是你会刻意去接近他，营造存在感，或者跟他讲话比较多吗？怎么互动这样？会有一些小动作吗？过几个月后就是觉得真的她是很好的一个姐妹之后呢，我跟她的互动呢，我就是尽量要表现好一点。也许会，但是我就是尽量把互动把它自然，然后而且不要有任何的讯息透露出来。对，就是要隐藏这种的感情。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知道太年轻了，还不是适婚的年纪，所以你就是隐藏，那就是一般的正常的弟兄姐妹的互动，对一般的互动，没有完全超过，或是常常想在他前面刷存在感，或是引起他的注意啊之类的，或是送小礼物啦、小卡片啦、送点心啦这种。没有，对，没有什么特别。跟他的有什么的互动，跟他跟其他的姐妹的互动差不多一样。对，我觉得听了蛮感动的，因为传道说他会就是还是要保持一定的教会正常的互动，但是他其实心里面听说每一次在靠近这位姐妹的时候，其实心里是很紧张，波涛汹涌。没错，真的会很紧张。其实要很小心，不可以透露出来的。对，然后也希望可以留一个好的印象对。所以表面很平静，然后内心波涛汹涌。是的，表面尽量保持很平静。对。那后来交往的时候就发现。我其实隐藏的很好，但他没有发现，他完全不知道呀，对他完全不知道。因为我知道 Joyce 完全不知道这个弟兄喜欢他啦。我们等一下会再回到传道娘小时候的部分哈。那我们等到就是那个神训班的祷告之后，到你决定踏出第一步的行动，大概又隔了多久？那是什么样的原因或契机让你觉得你现在要去行动？我后来祷告2个礼拜后呢，就有一个决定因为他的父亲梁传道在场在教课，然后因为我刚才也讲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最佳的时间点，所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我最怕的是把这个很单纯的一个关系把它搞成很复杂、很尴尬，所以我就决定先问梁传道他的看法。直接问对方的父亲吗？对，所以他不是去跟对方告白，他直接是去找对方的父亲求娶这样子。对，因为那时候 Joyce 21岁，然后也很年轻，就算比较年轻啊，对。他那时候大学要毕业了啦。他那时候花3年把大学念完了。所以也毕业了。也算毕业了，对，但是还是21岁，我不知道梁传道的看法是不是太年轻，所以直接去干脆问爸爸的意见算了。就问看看。哇，好紧张，好紧张！那怀着这么紧张的心情，到底要怎么样跟
当时应该是梅总负责耶，压力很大哎，压力很大，对啊，你好有勇气，直接去跟梅总负责说什么呢？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当时还记得怎么说的吗？大概应该还记得，因为我2年之前第一次重审得到要当传道的护照，然后在那个之前就有了，2年之前就已经有这个第一次的护照，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也跟梁传道分享这个体验，但是过了2年，我们没有机会谈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先提醒他，你还记得我2年前跟你讲说我有来自神的护照吗？然后我就跟他表达说，我就其实蛮直接的吧，应该算蛮直接的，就是说我喜欢你的女儿，那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对，那应该是差不多这样子。可以问一下那个梅总负责怎么回答您吗？那我觉得很感谢主，我在考虑就是如果他说不行，那我就放弃啊，那如果他觉得太早，那我就等。对，那我真的是没有这种想法，觉得他会说可以，对，但是他就分享了他对 Joyce 的一些观察，然后之后呢，他也就说他准备要去台湾学中文1年，你找一个机会跟他谈，我们很乐意的看神的旨意是什么。那我觉得他讲的最后这一句呢，对我来讲也是很好的一个提醒。就是看神的旨意是什么，对，所以我也是很惊讶，我就觉得哇，他给我就是英文就是 like he gave me the green light， 他给我那个绿灯，可以行，我就对，我就有点惊讶，然后就继续放在祷告当中，然后神训班结束之后呢，马上接下来其实有另外一个讲习会，这个是比较小型的。而且我也有参加，然后 Joyce 也有参加，所以我都一直放在祷告当中。然后感谢主，就是最后一天终于找到一个机会，我可以1对1跟他沟通。对，等很久了。对，所以就从梁传道给我这个绿灯到真的跟他谈话呢，可能有差不多1个礼拜多一点。对，好，那方便问一下说，那你找他谈的时候讲什么？聊了什么？对那因为那时候就知道以后会走这个当传道的路，所以我就跟他说请你帮2件事带到。第一件事就是我就跟他分享我那2年的那个体验，就是神的呼召，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知道你常常祷告，请你帮我带祷就是。然后第2件事我就说，也请你嫁给我。不是，太快了，没有太快了。我就请他就是祷告看看，他愿不愿意跟我走这条路。对，你是说你愿不愿意跟我走这条路？就是当传道的这条路，就是一起，还是说你要不要一起去报考神学院？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就是你要跟我一起报考神学院吗？我英文就是跟他说 ，Are you willing to join me on this journey？ 对，所以我可能中文没有表达很好。对，我们说这是信仰的土味情话。什么叫信仰的土味情话？就是很婉转的告白，或是对啊，我们已经听了好几场都是这样。是哦，你愿意以后都跟我每天一起读经祷告吗？类似这种话。那喜珍，我记得你老公跟你直接就是问说你愿意跟我结婚吗？不是啦，还是说他第一次就是也是有人要介绍，然后他就来问我说，你愿意跟我一起为了婚姻祷告看看吗？其实也是很类似，对，很类似，就类似的意思。就是我听过最隐含的一种说法，但也很直接，就是有个弟兄啦，他是自己来信主，那他那时候考上教育部公费，要去美国念书，拿的是 J1，他就问他印象很好的一个姐妹说，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当 J2 吗？就是 J2 其实就是 J1 的配偶拿的
那个 visa 签证。哇！那所以那个姐妹也不知道，因为姐妹没有出过国，结果还问她说：“什么是 J2 的意思？”哦，接下来尴尬就要解释，J2 就是 J1 的。对。哇，大家都很有创意耶。我们有一个弟兄是问姐妹说：“你愿意跟我一起敬钱度日吗？”然后好像要一起去参加神训班的感觉。敬钱度日，感谢主。好，我们回来要回到 Samuel 现场。但是如果我们听众朋友当中有，譬如说清教组的学员，对，比较年轻的弟兄姐妹，然后你把这一段放在心中，对，这个是可能 maybe 还要好几年之后才会用到的一些。是的，弟兄们学会了吗？好，那你说，Are you willing to join the journey? Join me on this journey. Okay, good. 那对方怎么说？他们吓到？他有露出任何的表情吗？惊吓还是惊喜？其实我本来以为他需要一段时间好好的祷告，因为当传道娘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就是你的整个生活形态就是跟一个正常的家庭不太一样。所以我本来以为他需要1-2个礼拜好好祷告才给我一个回答，但是感谢主，其实他的表情都是很平静的一个，对，然后他就跟我说，My answer is yes， 就是就直接就回，对，他就直接回答。是梅总负责已经有先剧透给他了吧？好像有，对，他有心理准备了。2天之前，也许，他父亲有问说，那个 Samuel 来找你了没有？没有啊，什么事情？这全部是我猜测的。先辈集团应该没有问那么细的，但是他好像有跟他写一个 email， 对，但是内容我现在忘记了，但是应该有先跟他知会就有这件事。对，但是对我来讲最惊讶的、最奇妙的是，他就跟我分享说，其实是在2年之前啦，因为我也是2年之前得到神的呼召。他说在那年的祷告当中，常常从神得到一个信息，就是你要一生服侍我，你会当传道娘。他刚好那2年也常常从神那边得到这个讯息，所以他知道他将来的配偶会是一个传道。是的，对。所以我只有跟可能少数的人4-5个人说你有呼召这样。对，没有跟他讲过，我也不知道神也可以呼召传道娘的。对，原来传道娘也是有呼召的。对，我也那时候不知道，我也是很惊讶，而且就觉得是真的是神一个很完美的一种配合。对，就是一起同时的感动你们2位。所以因为那是讲习会的最后一天。然后我要飞到达拉斯，我那时候在达拉斯有工作，然后整个路程呢就一直在想，哇，神多么的神奇啊，太奇妙，然后而且又真又活，而且我就觉得我算是什么人？就是神居然还帮你连传道娘都早2年前就已经先预备好了。对呀，我算什么人？神会这样子给我那么美好的安排。我觉得这也是真的神的一个奖赏，一个愿意为神而活，而且也愿意把他的对另外一位姐妹的情感用这么谨守、这么呵护的方式去等候，所以我觉得这是神很美好的安排跟奖赏。而且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Joyce 当时有跟你讲说，他其实也喜欢你非常非常多年了吗？后来他就来台湾学中文，然后我们就开始写 email， 然后偶尔可以透过那个网络的电话沟通，然后我们就开始聊，然后后来也发现，就是他14岁的那一年就喜欢你了，就也开始喜欢我，就是你16、17岁就差不多是同时间，应该差不多同时间，对。但是因为 Joyce 不在现场啦，那所以我们知道的是说 ，Joyce 也是就放在心中，也没有跟任何人讲，然后他只有在祷告中跟神说。对，那他有跟你说他在祷告中跟神说的内容吗？他连跟他父母也都没有说，对。然后他就是跟神说，他自己发现他有这种的感情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花很多时间在想这些事情，所以他就向神祷告说：神啊，如果 Sam 不是我以后的
丈夫，那你把这些情绪拿掉。对。但是好像都没有拿掉，一直都还是很喜欢。但是我们好像也不能复制这样的一种方式，因为假设如果我们人意很重，然后我就喜欢他，然后我不愿意顺服神，让这样的感情 let go 淡掉。然后会自己去诠释他说，那我现在还是非常喜欢这个对象，那肯定是神的意思。其实也不太能这样子，对，这样就变成误会神的旨意。对，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虽然他是用这样的方式，但他有2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点。第一个点就是他先查验是不是神的旨意，然后他愿意这样讲，其实他想顺服神的带领。第二点，他还是把这样的爱深埋在心中，然后去等候。那我觉得还有3，成熟，很成熟的表现，然后4就是节制，对自己的感情很克制。那它的重点有一个是说，为什么双方在14或16岁这种很青涩的年纪，其实发现有个萌芽的情感在内心深处，好像就是蠢蠢欲动，可是他们都选择很小心的让它包裹起来，不让它发芽，然后不让它肆意增长之外，其实是他们把神摆在第一位，对，敬畏神的心，对，把神摆在第一位，所以他会知道，像我之前有听说 Joyce 的祷告，除了是说如果这个不是神的意思，请神把我这个心中的感觉拿掉之外，那他其实还有跟神讲说，那如果这个弟兄是神为我安排的对象，求神把他留给我。对，其实我17岁也是一样的祷告，也是一模一样的祷告。因为可能也许我们参加同一个学生灵会还是什么，有一个传道人有分享类似的一个见证，然后好像那个见证也是等了7年，而我们也是后来等了7年，对，所以就我也是也有自己类似的祷告，就是说跟神说，神啊，如果他是我以后的另外一半，那请你 save her for me， 就是把他留给你，不是，对，传道，我觉得你们的爱情故事很浪漫呢，超浪漫。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是神的作为啦。这是神的作为，因为我一般的个性，其实我不会是比较害羞的。你问我要录音的话，我一般是但是我觉得这个见证一定要讲，这是神的作为要讲，对，感谢主。这让我想到一个经节耶，请说，就是诗篇的16篇的第5节啊，后面说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就是这个姐妹，然后这个婚姻神为她持守，对。好，那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郭传道有跟我们分享，就是他其实22岁的时候就已经有来自于神的呼召，那将来要当传道。21岁21岁，但是行动去找你心仪的姐妹的爸爸，求娶，告白23、24岁的时候的事情，24岁，对，所以间隔在2-3年的时间，对，差不多2年。那之后的路。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们可能下一集节目再请郭传道再跟我们继续分享。那我们今天只见耶稣青年团契就到这边先告一段落，大家平安，大家平安。